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人类历史上死亡率最高的职业。看似这个话题好像和我们的基督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您看完之后，你或许还会有一些反思的。在和平年代，人们通常会认为像伐木工、建筑工、矿工等行业是死亡率比较高的职业，其中伐木工的死亡率大约是2.5%，建筑业的死亡率大约是4.4%，矿工的死亡率大约是3.5%。而在非和平年代来说，职业军人的死亡率往往是最高的。不过由于各种平台的统计数据出入很大，根据谷歌 AI 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约有29%在战争中阵亡，苏军大约有25%在战争中阵亡，而美军每1000名军人中有8.6人阵亡，也就是0.86%。另外呢，很多国家没有公开的数据，不过总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职业军人的死亡率仍然是接近30%的。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一种职业，即便是在非战争年代里，也就是说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死亡率却一度高达70%，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死亡率都是超过30%的。也就是说，这个职业比战争中的职业军人更危险，而这个职业已经存在了近2000年，这堪称是人类史上死亡率最高的职业。而这个职业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当然，说传教士是一个职业，用法上可能不恰当，当然是为了让外邦朋友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职业一词其实用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妥，因为传教士也是一种工作，是为神献身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显然与世俗世界中的工作不太一样，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中，我们也称之为宣教士。这些人主要就是在传播神的福音，相信很多人都是接触过传教士的，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应该是不陌生。不过传福音似乎从古到今都是存在一定危险的工作。在新约圣经中就记载了斯提反、雅各等门徒殉道的故事，他们就是在传福音的路上被不相信福音的人杀害的。而在教会史中，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使徒门徒殉道，比如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人都是在传福音期间殉道的。由于这个世界在抵挡神的福音，所以基督教传教士在很多地方都是受到逼迫的。即便是今天，传教士依然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职业。由于今天的基督教团体数量众多，当今很多国家地区仍然是不可以公开传福音的，所以很多的传教士都是在秘密中传福音。也就是说，他们的资料、数据情况都是不公开的，所以传教士总体的数量和每年殉道的人数也无从统计。不过一些资料显示，即便是世界公认的以基督教建国的美国，每年也有数十名传教士殉道。一些资料显示，在美国每10000名传教士中，每年有10人死亡。这个死亡率仍然是相当高的，也就是说比正常的职业都要高出很多。
而这还是在基督信仰自由的北美大陆。在那些未开化的非洲，那些以基督教为敌人的中东，以及对基督教有严重逼迫的印度。据说每年被杀害的基督徒中，约有1/3到接近1半的基督徒都是在印度被杀害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北美依然是高达10%的死亡率，而那些抵挡迫害基督教的国家，传教士的死亡率只会更高，而不会低。当然，具体的数据我们也无从知晓。今天现实中的情况，我们不是十分的了解，因为各个宣教机构他们不愿意公开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讨论这一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说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你想象不到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传教士的确是历史上一个死亡率极高的危险的职业，但从古到今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将自己献给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向那些甘愿放弃一切为主所用兢兢业业的传教士们致敬。根据历史中的一些资料显示，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是基督教传教士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传教士都是在这个时期去世的。直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基督新教开始大量差派传教士之后，这个世界传教士的死亡率才开始大幅下降。当然我们知道传教士的殉道主要原因还是受逼迫，很多的传教士都会遇到直接被杀害或者被殴打，最后重伤致死，也有被关进监狱，因为不适应恶劣的环境导致的死亡，等等情况吧。总之，就像圣经中司提反是被石头打死的，使徒雅各是被刀杀死的，历史上很多的传教士也是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杀死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所出现的传教士死亡的高峰，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度高达70%的死亡率，这种极端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当然，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并不是什么完整的分析报告，也不是什么权威的调查，我们只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在那个传教士死亡率最高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并不是基督教受到逼迫的最高峰，虽然这个时期也有很大的抵挡，正如初代教会的罗马帝国时期，对基督教的逼迫其实是松松紧紧的，各段时间点不一样，同一段时间不同的地区也不一样。总之，这个时期并不是和大量屠杀基督徒的时期完全吻合，所以传教士高死亡率其实是另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答案就是营养不良，也就是由于营养不良所导致的身体出现状况而导致的死亡。如果使用军事术语来表达的话，这就叫做非战斗减员。而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令人心碎的。当然，我们一方面肯定那些传教士为主献身所做的巨大的付出，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明白，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今天的分享，不管您理解还是不理解，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我们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最好是留在圣经的真理中，并不是按照世俗的道理来讨论。我们也需要明白，
当人不能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事的时候，往往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灾难。就今天来说，我们看到最多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基督新教背景的传教士，而这些传教士往往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们会看到一个家庭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当地人传福音。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习惯、语言等等方面都需要做出适应。其实如果在海外生活过的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单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其实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还要在这里传福音，可想而知这种无形的压力更是巨大的。这里并不是说靠主得胜的人就完全没有压力，我们毕竟是人，我们还困在肉身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属地的东西在。不过当我们回想在17、18甚至19世纪的时候，当宗教改革迫使罗马天主教做出一定改变的时候，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团体向全世界范围内差派了大量的传教士。从积极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主的福音被广传，而且在新教大量差派宣教士之前，天主教在那个时期是传福音最积极的。然而我们知道的是，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修士等神职人员都是必须守独身的。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谈到了天主教守独身制度所造成的危害，而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的就是导致大量传教士死亡，同样也与守独身的制度有关。这些从小就习惯了吃面包黄油的传教士，不得不开始适应各种文化下的饮食习惯。有人说当时他们的资金供应有时候也是不及时的，所以也会出现缺钱的情况。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男人独自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举目无亲，语言受限，他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我们所说的传教士一般指的是高等文明国家向低等文明国家传教。在几百年前可没有随处的餐馆、方便的外卖，所以在那种环境下，这些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可想而知的。就算放在今天，有多少单亲男性的生活不是每天以泡面为主食的？况且在那个时代，传教士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传福音，甚至很多传教士根本就不会自己煮饭，即便会烹饪的，可能由于一个人也不太想煮饭。单身汉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团乱麻，传教士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之，我们看到当新教差派传教士的时候，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丈夫不会煮饭，妻子还可以起来照顾家庭。如果家中有孩子的情况，即便大人懒惰，不想吃得太复杂，孩子总是需要营养的。并且在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是可以相互鼓励和支持的。而单身汉的传教士们只能独自默默地承受。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新教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教士们，他们存活的几率明显是更高的。而以单身汉为单位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他们的死亡率往往非常高。也许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都为宣教做过奉献。虽然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差派一个单身的传教士和差派一个家庭去传教，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开支是更大的，弟兄姊妹奉献的压力也更大。但是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一个家庭相对是
健康稳定的，一个家庭抵御压力的能力也是更大的。守独身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如果在教会里总是有这样人为的规定，却不在主的心意里，我们所做的就不是荣耀主的名，而是制造更多的人为灾难。天主教传教士们的悲剧今天仍然在上演，而新教的教会文化下同样有很多人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已经存在的制度就一定是合理的制度，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研读神的话语。说1000道1万，不读圣经你永远都不会明白。很多人说读圣经也读不懂，可是说这话的人，你又读过多少圣经呢？我只能说，先读，一遍一遍地读，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原来如此，我们下期见。